2020年5月26號為活足98歲嘅春切人們走咗佢一生走到終點。嗰日港澳所有報紙嘅頭版全部老年被佢靈堂報紙給準挨榮，各界有名望嘅人絡繹不絕，到場拜祭，那場面風光到頂點。那位商界巨擘嘅江湖地位高到旁人只可以抬頭仰望，但鏡頭一轉掃到家屬座位區，就會見到一件極之古怪嘅戲。廠房國一大圍幾乎空無一人，驚喜得寥寥幾個，後生晚輩朗朗清清楚喺度見到呢一幕，你大概率會心生疑惑。點解廠房冇幾個人到場背後嘅緣由，傷痛程度遠比你想象中要深。佢嘅原配夫人攤咗幾十年，日日受盡病痛折磨，2004年就先走一步。佢嘅嫡長子1981年遇上車禍離世，先得32歲。大女後來精神錯亂，淪落到街邊流浪，2014年亦都撒手人寰。當年幫佢開山闢路，打下商業帝國根基嘅原配，到頭來幾乎斷咗一脈香火。當年全家寄予厚望嘅長子，年紀輕輕就意外身亡。曾經風光無限嘅後門千根，下半世瘋瘋癲癲歪苦。呢啲唔係電視劇虛構嘅橋段，係真實發生喺後門入面嘅家族悲劇。呢位商界大佬嘅名幾乎冇人不曉，佢一生橫跨近一個世紀，當年只喺個袋入面淨係得10萬港紙嘅窮後生。一步一步做到掌控整片海域經濟命脈嘅財富巨頭，外界估算佢身家超過5000億港紙。佢嘅發跡史本身就係一段傳奇，但根本我唔想同大家講佢有幾咁成功，而係拆解佢呢個龐大商業帝國背後付出咗幾沉重嘅代價。呢份代價唔係金錢可以衡量，更加唔係普通老百姓能夠想象。我哋根本唔係八卦後門是非，而係借呢段好多人耳熟能詳嘅往事，同大家一齊思考一個更深層嘅問題：財富嘅本質究竟係乜？易經有一句好通透嘅說話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，出自周易。意思是一個人自身德行配不上自己手握嘅權勢，財富同地位禍患遲早會找上門。就好似一介平民突然坐上帝王之位，根本冇能力駕馭手中大權，早晚一定會出事。而呢位巨擘嘅一生，就好似呢句古訓最真實嘅寫照。我唔會評判邊個對邊個錯，只係將已經八集哈集記錄嘅細灑攤開俾大家睇，當中藏住嘅因果同沉重，留待俾大家自己細細體會。想要讀懂呢場家族悲劇，我哋要將時間補返故事嘅起點。上世紀40年代，當年佢只係個由香港過海過澳門揾食嘅窮後生，今時澳門成咗好多人嘅避難所，地方細細但湧入大量逃難百姓。而故事入面嘅原配夫人出身當地頂級名門望族，走上係澳門 high-level 貴族家族，幾代人喺政商界都擁有極高聲望，銀行裏無人能及。當年佢被稱為街頭第一美人，唔單止出身金枝玉葉，氣質優雅大方，仲係社交圈嘅焦點才女，精通多國語言，係當年難得一見嘅天之驕女，家底豐厚到冇人匹敵。1941年，袋入面淨係帶住10萬港紙嘅，佢由香港過嚟投靠親戚。那個陣佢名副其實一無所有，冇背景，冇資本，冇人脈，連落腳都要寄人籬下。但佢天生自帶過人魄力同魅力，縱使家境清貧，依舊自信十足。結識呢位千金之後，佢展開熱烈追求，日日去到女方工作地點接送，仲專門學葡語同女方長輩溝通。呢份十足誠意最終打動咗千金同佢成個家族，順利迎娶那位名門小姐。當年呢段婚姻堪稱窮小子逆俠娶豪門千金，轟動全城。好多人都話呢段情緣係童話故事照進現實。婚後夫人調動自己家族全部資源，政商兩界人脈全數借俾丈夫。1961年迎來改變佢一生嘅關鍵轉折點。當時澳門博彩經營權要重新公開競投，呢次競標堪稱商界史上最重要嘅分水嶺。過往賭場生意分散，由幾個家族各自經營，佢連同一班合夥人組建財團，一舉拿下獨一份專屬經營牌照，從此開啟壟斷經營時代，亦都係佢滿意商業帝國真正嘅起點。呢張牌照嘅價值根本冇辦法準確估算，佢唔單止係一張經營回合，更係一座垂直不盡嘅金礦。坊間一直有個講法，如果唔係夫人背後雄厚嘅家族勢力撐住，佢根本進唔入上流圈層，更加冇資格參與競投呢張核心牌照。呢句說話雖則略帶誇張，但亦都係不爭嘅事實。所有研究佢發跡史嘅夥計都一致認同，原配夫人係佢事業最核心嘅推動力，係佢往後所有宏圖霸業嘅根基。傳統命理入面財星代表財富，呢套觀念深及傳統文化之中，一個人命中能夠坐擁幾多財富，往往同妻子密不可
可分。那位原配唔單止係佢枕邊人，更係佢事業最堅實嘅後盾。而義和搞到解讀夫人係佢命入面嘅坤卦，而佢自身係乾卦，乾為天主開拓進取，坤為地。家主承載包容，可以負責開天闢地闖事業嘅人，但拖住佢扶搖直上嘅大地根基，全靠夫人同背後家族支撐。岳母坤地承托乾天飛得再高，終究冇立足之地。呢段歷史話俾我哋知，任何人嘅成功從來唔係單憑一己之力，背後一定有人默默付出，甚至犧牲自己成全佢。關鍵在於，當你功成名就之後，會點樣對待曾經傾盡所有幫過你嘅人？呢份初心先係一切嘅根源。但正當佢嘅商業帝國節節攀升之際，一件令人心酸嘅事接踵而至。當年幫佢打下江山嘅夫人，先至得31歲，正值女人風華正茂、理應安詳、家庭溫暖嘅年紀，身體突然出現無法解釋嘅怪病，病情惡化得極之嚴重，醫生查唔出確切病因，最後只能夠切除佢部分胃部，幾番大型手術落嚟，昔日全程眼線嘅美人瘦到皮包骨，往後大半世只能夠靠流質食物為生，當年絕代風華蕩然無存。大家一定要留意那個時間點就是佢逐步坐穩澳門博彩壟斷權，拿下多間賭場經營權，財富以幾何倍數暴漲，由普通商人一躍成為新貴嘅同一年。更引人深思嘅係，根據公開史料記載，夫人怪病纏身嘅同一年，佢沿用當時尚未廢除嘅大清律例，迎娶第二房太太，一個傾盡家底幫丈夫鋪路嘅女人，最需要陪伴照料嘅艱難時刻，另一個女人卻踏入咗呢個家門。呢個時間上嘅巧合令好多人都感慨，命運對那位原配實在太過殘忍。去到1973年，更沉重嘅劫難降臨，原配夫人喺葡萄牙遇上嚴重車禍，腦部重創，陷入深度昏迷，搶救反條命，但從此半身癱瘓，大部分記憶永久喪失。曾經才貌雙全嘅名門之後，餘生困喺輪椅之上，連自己親生仔女都認唔出，當中嘅苦楚根本冇辦法用文字形容。更令人心寒嘅係車禍發生嘅地點，葡萄牙正係佢夫人家族根基所在，當年都係靠夫人嘅葡國人脈，先至打通丈夫對外發展嘅門路，靠家族勢力鋪就嘅前路，最後卻令佢喺呢片土地承受人生最致命嘅打擊命運。種種諷刺，有時真係令人無言以對。那段往事令我諗起唐代名句，一將功成萬骨枯，意思是一位將軍能夠建功立業，被好戲母獸士兵埋骨沙場放到那位巨媽身上亦都適用。佢龐大博彩帝國之下，除咗無數賭徒輸到家破人亡、妻離子散之外，身邊至親亦都付出咗難以彌補嘅犧牲。坊間一直有種講法，佢從事嘅行業本身屬於偏門，每日都有無數人沉迷賭博、散盡家財，走投無路之下滋生大量怨氣同負能量，層層疊疊嘅怨恨戾氣，長年累月環繞住經營者。有人話呢股深重煞氣之所以冇直接反噬，佢本人係因為佢自身命格太過強硬，但戾氣唔會憑空消散，只會轉嫁到佢身邊性格最溫和、氣場最弱、與世無爭嘅至親身上，以及長房一家。原配夫人一生低調忍讓，從不爭名奪利，嫡長子性情溫厚，從來冇任何富二代荒唐劣跡。大女心底善良單純，越是本性柔軟、毫無攻擊性嘅人，越容易成為負面氣場嘅承受載體。好似一個人自身怨氣爆棚，其實係身邊至親耗損，自身腹黑，先至文凡奎一生順遂。那種講法無從考證，我只將民間流傳的觀點講出來，留待俾大家自行分辨。但有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，一房、三房、四房，遺孫滿堂，風光無限，各自發展出龐大分支。反觀長房，一步一步墜入絕望深淵，仿佛所有福氣好運全部被其他房支吸納。那種懸殊的命運差距，唔能夠簡單用丈夫偏心、單純巧合解釋。佢嘅嫡長子自出世就被定為家族接班人。性格沉穩低調，完全冇紈絝子弟惡疾，逐步減少家族生意。佢長房喺後門階層群之爭入面唯一嘅希望，父親對佢寄予厚望，甚至將自己嘅英文名傳承俾佢。足以見到父親一心想佢憑自身實力立足，唔好只靠父輩光環。呢份期許喺豪門之中實屬難得。可惜1981年，嫡長子同妻子喺葡萄牙遇上嚴重車禍，夫妻二人當場身亡，終年僅僅31歲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佢母親當年都係喺葡萄牙遇上車禍，落得癱瘓失憶嘅下場？母子兩代人遭遇同類型意外，車禍地點一模一樣，呢片屬於夫人娘家嘅土地。
命运的重叠巧合，细想之下令人心酸。同一血脉，还同一个地方，接连承受致命打击，真係純粹咁啱得咁巧，巧合累積到呢個地步，好難唔令人深思背後暗藏嘅因果規律。長子離世之時，有個兩個女先知的6歲同3歲細細個永久失去父親，由呢一刻開始，廠房帶3代嘅人生徹底蒙上一層陰影。長子嘅離開對整個廠房嚟講係毀滅性重創，佢廠房唯一具備接班資格嘅男丁承載住原配夫人全部給脫，佢一走，廠房徹底斷絕男丁血脈，偌大一個華人豪門，廠房一脈香火斷絕。那種情況極其罕見，甚至可以講係絕無僅有。傳宗接代係華人傳統觀念入面頭等大事，廠房由原配到孫輩徹底斷脈，呢件事本身已經講明一切，無需我再多做點評。大女係巨媽同原配嘅長女，自係聰明過人，留過學習上流社交圈，知名名媛，樣貌出眾，氣質溫婉，自係集萬千寵愛於一身，但母親常年重病，親弟驟然離世。接連2重毀滅性打擊徹底摧毀佢。佢同弟弟感情深厚，弟弟原本係佢最大精神支柱，弟弟一走，佢嘅精神世界完全崩塌，再加上自身婚姻破裂，同丈夫離婚之後，精神狀態急轉直下，行為舉止失常，常年獨自流落街頭。昔日萬千寵愛的豪門千金，晚年衣衫襤褸，獨自喺街邊喃喃自語，境況不忍卒睹。2014年，佢因病離世，終年67歲，葬禮冷清寂寥。同多年後父親出殯時全城矚目的盛大場面形成天淵之別，同樣係親生骨肉，身後待遇差距巨大。傳聞當年父親某出席長女葬禮，民間話係傳統忌諱白髮人送黑髮人，但外界亦有另一番聲音，父親同廠房仔女常年關係疏離，細路仔最需要依靠父親嘅艱難時刻，佢一生打理龐大生意，將心力放喺其他地方家庭身上。以上全部都係傳媒公開報道嘅細撒，我只係如實複述，沒添加任何主觀評判。我哋梳理一次廠房一脈嘅完整遭遇。原配夫人胃部切除手術，葡國車禍重創，半身癱瘓失憶。2004年離世嫡長子，葡國車禍當場殞命，年僅32歲，長女接連承受至親離世。打擊精神失常流浪街頭，2014年離世。另一邊廂2、3、4房子孫個個成才，順利接手家族產業，當中一位更被視作新一代掌舵人，手握數百億身家。當年為丈夫拼下全部江山，功勞最大的原配落得最淒慘結果，後期迎娶了各房太太，反而兒孫滿堂，富貴綿延，那種極端反差，喺豪門發展史入面幾乎揾唔出第二例。其實唔單止丁克富豪家族有那種因果循環，尋常百姓屋企都會出現相似軌跡，只係規模細，冇大眾關注，冇掀起熱議。易經中有一個核心概念，亢龍有悔，意思一條龍高飛至天際頂點，在某上升空間，隨即會迎來回落悔恨。當一個人財富權勢抵達頂峰，往往就會衰敗嘅開端。廠房一家的坎坷命運，或許就是那個家族亢龍有悔最直觀的體現。當財富累積到萬億級別，旗下行業日日承載無數普通人的絕望傷痛，那個家族注定要付出相應代價。那個問題值得每一位聽眾靜心思考，我們會給出絕對標準答案。命運從來唔係非黑即白，但傳統文化入面有一個核心邏輯，天下間某免費得來的財富，每一分收益背後都暗藏相應因果。可以坐擁萬億身家，但親眼目睹親生孤幼接連受苦，早早離世，再多金錢都彌補母回孤幼分離的傷痛。那個世界睇落唔公平，但那個就係真實嘅命運。好多際遇無從改釋，唯有回望之時。隱約察覺到因果軌跡啦，先係最令人唏噓之處。佢本人活到98歲，以現代醫療標準嚟講算極長壽，但大家不妨諗下，佢呢份長壽係用幾高昂嘅代價換返嚟。據當年報道，佢晚年每日醫療開支高達100萬港紙，用全球最好嘅藥物靠強心針常年住院，動用頂尖醫療設備強行延續壽命。反觀佢嘅長子長女，大好年華，早早離開人世，同一屋檐下，一邊係金錢堆砌出個長壽，一邊係年輕生命早早凋零，兩種極端命運同時發生喺一個家族，比任何小說電影都要諷刺。皆因現實往往比虛構劇情更加殘酷離奇。前文提到嘅千古名句，一將功成萬骨枯，放到佢身上有2層解讀。第一層，佢嘅商業帝國竟然係某受倒頭，傾家蕩產，痛不欲生之上。第一層亦都係我哋今日討論嘅核心。佢一世人風光崛起，係靠犧牲長房一家終身幸福問取，那個說話聽落殘酷，但所有事實都擺喺眼前，亦都對應易經講嘅損益之道，世間所有收益必然伴隨相應損耗，有得必有失。
天道循环从不落空，损耗累积到极致，最终承受苦果嘅往往係你身邊最親近嘅人。呢套規律冇人能夠逃避，我唔係咩遠禍大師，亦都唔係裝神弄怪嘅神棍，根本同大家岔改呢段歷史。唔係存心詛咒任何人，亦都唔係話所有有錢人都會遭遇禍事，只係借呢個真實豪門案例提醒大家，賺錢固然緊要，但千祈唔好忽略身邊至親，財富本身係中性，但溫情嘅途徑對待錢財同恩人嘅心態，直接決定往後結果。你點樣對待曾經傾盡心力幫過你嘅人，今日做出嘅每一個抉擇，都會塑造你同後代嘅命運。那位巨媽嘅經歷就係活生生嘅例子，坐擁萬億身家都換唔翻一個完整和睦嘅家庭，呢份代價太過沉重，沉重到任何普通人都難以承受，手握財富、權勢、名望，打到頭來連自己最親嘅骨肉都護唔周全。根本唯有40年代佢白手起家港企，一路港到2020年佢離世疏離，佢當年點樣借助夫人娘家勢力崛起，搭建萬億商業帝國，亦都拆解呢個光興帝國背後嘅冤案宿命。長房夫人同仔女機靈遭遇怪病車禍，幾乎一脈丟零。唔知大家聽聞之後有咩感受？或許覺得命運太過殘忍，或許認為一切只是巧合，但無論點樣，相信大家都會認同，德不配位必有災殃。呢個股份喺呢個家族身上有清晰映照。易經中有一句發人深省嘅說話，積善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滋家必有餘殃。每次諗起呢句，我內心都感慨萬千。意思是常年行善積德嘅家庭，腹黑會代代引咎；常年積累惡業、沾染負面累黑嘅家庭，往往也都會牽連子孫後代當中是非對錯。我們多加評判，留低俾大家各自衡量。但有一點清晰可見，如果財富源頭本身捆綁住深重負能量，呢筆財富到最後唔係祝福，反而係詛咒。表面袒露風光無限，內裏早已千瘡百孔。阿奎一世人攬盡世間財富，卻眼睜睜睇住親生骨肉接連受難早逝，自己身後風光大葬，最親近嘅血脈卻落得淒涼收場。夜深人靜嘅煎熬，或許就係命運最終嘅清算。你有再多錢請得到全球頂尖名醫，卻永遠冇辦法修補一個破碎不堪嘅家庭。最後我想邀請大家一件事，如果聽完呢段故事心有感觸，不妨喺留言區打4個字，因果不虛。呢4個字寫，我讀完呢段歷史最深嘅體會，亦都希望成為大家心中時時警醒嘅座右銘。我會睇大家留言，睇下有幾多朋友讀懂故事背後深層嘅人生道理，呢個留言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。我個頻道會定期以一回傳統智慧為視角，拆解現實人民嘅言與行。我唔會教大家點樣一夜發達，更加唔會教算命卜卦，只係同大家透過真實往事感受命運嘅重量，順便反思自己當下嘅人生。如果你中意呢種敘事分享方式，記得訂閱頻道。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多謝各位陪伴收聽，希望大家聽完呢段歷史，唔單止帶走一段豪門故事，更收穫一份對命運的敬畏，對身邊家人的珍惜。人生世事無常，一定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我哋下次再會。